Hello，大家好，请准备好爆米花。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神秘的神族，他们既是跟天人敌对面，不过却是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之一的阿修罗。相传阿修罗为印度最古老的诸神之一，属于战斗一类的鬼神，经常被视为恶神。在六道轮回里也有提到阿修罗，他们跟天道、人道并称为三散道，但因为他们嗔恨心重，积德不及天，故也常被列入跟地狱道、畜生道、鬼道一起叫做四恶道。不过在早期经文说到五道，是指的阿修罗以外的五种众生，而在楞严经上也说到过，阿修罗在五道里面，除了地狱道之外，其他的四道里都有。天上有阿修罗，人间也有阿修罗，畜生里也有阿修罗，鬼道也是有阿修罗，但只有在地狱道里面没有。所以在佛经中说的阿修罗王有很多个，而其中最著名的有4位。那我们就先说其中一位，阿修罗王的始祖，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位。根据《观佛三昧经》里面描述到，当天地万物创始之初，也就是初劫之时，这世界刚形成的三海大地，有位在观音天上贪玩的仙人跑到人间来游玩。观音天在佛教真意阿含经及许多经典里都有明确的记载，上面描述到地球上最初的人类是从观音天下来的，为万物之理的人类就是我们的始祖。在佛教里说的宇宙观里有说到3界28天，请们先看这张图，观音天在色界里，而在天上的天从下至上分为欲界、色界跟无色界这3界的天，其中28天指的是欲界的6欲天，色界的4禅18天，跟无色界的4无色天。观音天就是在色界里的2禅天里。刚刚前面说到，观音仙人就是从这里下来到人间游玩的，而其中一位观音仙人在大海洗浴时，因为水晶入身而生出了一个肉卵，这个肉卵在经过8000年后，生出了一名女子，身长犹如须弥山那样高大，还有1000只眼睛，24只脚，而她的头跟手数目皆为999，样貌非常的骇人，即为阿修罗的始祖。而在之后又产下了一名男婴，叫毗摩智多，就是4大阿修罗王之一，而他的生命力、战斗力跟智力也都是远远强过其他3位阿修罗王，是最强的阿修罗。因为有无比的威力，他可以自由的来去天上跟人间，所以有一次在看到天人身边居有无数的美女环绕后，他也想要娶妻，所以他的母亲便替他的儿子向美冠群芳的干闼婆的女儿求婚，结果干闼婆欣然的同意了婚事，于是阿修罗一族日渐繁盛。而根据佛经里面记载，毗摩智多阿修罗王是住在须弥山东面1000由旬的大海下。佛智阿修罗王又称永健阿修罗王，论实力与威势应该是属于排名第2，而他住在须弥山的南面。罗喉意思是覆盖，它能以巨手覆盖太阳、月亮的光明，也可以抓住太阳跟月亮。他住在须弥山的北面，而这位阿修罗王在启示经记载中有提到，日食与月食都是因他而起。日食的故事起因就是此位阿修罗王非常的喜欢用珠宝装饰自己，并想要让天女跟阿修罗女喜欢他。有一次，他打算去天宫走走，让天女看看他一身华丽的装扮，不过由于身上的珠宝珠光的折射，让他被光芒亮得睁不开眼睛，所以他想这太阳挡住我看天女了，于是他用他的双手把太阳给遮起来，这就是日食的故事。而关于月食，有次罗喉阿修罗王的大臣在外巡视时看到月亮，并赶紧回来禀报说，大王，满月的月亮相貌端庄，就好像天女的样貌一样。阿修罗王听到这番话后，对天女生起了爱慕之心，一心想要见到天女，但月亮所散发的光辉挡住了他的视线，所以他又用手把月亮挡住，以免挡住他看天女的样貌。这就是月食的故事。而罗喉阿修罗王实力算是属于最后。还有另外一位阿修罗王叫花蛮阿修罗王，他是住在须弥山的西面，而此位阿修罗王吼声如雷，威胜更胜于永健阿修罗王。他的身形如3座须弥山之广大，若居住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就会现为小身。阿修罗在佛教的宇宙观中属于6道之一，而阿修罗的特质是易怒好战、多疑猜忌，并骁勇善战，曾多次与33天，又称刀立天，
也就是第四天所在的诸神们恶战。据传，由于阿修罗一族不从事生产，也不劳动，所以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，便垂涎天人丰富美味的食物。而天人正好相反，他们的统领第四天虽然有嫔妃，但仍然倾于阿修罗如云一样的美女。因此，两个种族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不平衡，产生了无法弥补的矛盾。你有美女而无美食，我有美食而缺乏了美女。于是他们一个没忍住，就向彼此开战了。在阿修罗和第四天之间，就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。我们很常听到的修罗场就是这样来的。这就是天人与阿修罗的战争，就发生在阿修罗生活的地方。这里战火纷飞，横尸遍野，一片狼藉，永无宁日。因为有战争，就有伤亡。不过有些战争也是因为天人事先挑起的。那就先从阿修罗王始祖开始说起。毗摩智多阿修罗王跟干闼婆所生的女儿结婚后，两个人生下一位风情万种的女儿，名叫麝支，使得已有7届亿万的天界第四天为之倾心，娶为嫔妃，并称为御意。不过第四天婚后却喜新厌旧，和天宫玉女在清泉中洗浴玩乐嬉戏。御意王妃看到这一幕，心中立刻醋意大发，怒火顿生，暗中派遣了5位夜叉鬼前往阿修罗王宫，告诉父王，现今的第四天主已经变心，不再宠爱女儿。阿修罗女将委屈告知父亲，阿修罗王为了替女儿讨回公道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战。就在阿修罗将第四天所居住的须弥山团团围住时，第四天主见此情景，有点惊慌害怕，不知所措。此时宫中有位天神对第四天主说，天主不必害怕惊慌，过去佛陀曾传授你心经，只要天主念诵此咒经，就可以降服阿修罗王的神将鬼兵。而第四天听后，立即升座善法堂，敬焚各种名香。法大誓言，我持此法当成佛道，能令阿修罗王兵众自然退散。而阿修罗王惊恐万分，走投无路，最后变身为小生，钻入莲藕丝孔中躲避藏身。然而天人与阿修罗的战争并未自此画下了休止符。在经过多年后，譬喻经里也描述到，第四天又爱上了另外一位柔活阿修罗王的女儿。她这位女儿端庄秀丽，美貌不凡，而且口吐芬芳，人见人爱。于是第四天决定之后，召集诸位天王天神共同商议此事。如果阿修罗王不答应，我们就用武力夺取。首先第四天便命天界月神带着聘礼到阿修罗的王宫，弹琴歌赞天王天人，享受极乐之情，愿意娶阿修罗王的女儿为王妃，并透过歌曲威胁利诱柔活阿修罗王应诺婚事。不料柔活阿修罗王因为气愤第四天亲人太甚，阿修罗王听后气愤无比地对月神说，你去告诉第四天天主，我有巨大的神通和强大的兵力，足以和天兵天将对抗，想夺取我的女儿是办不到的。不但将月神驱逐出宫，拒绝嫁女，并立刻发兵攻打天人。就在骁勇善战的阿修罗攻下天宫时，第四天又一起上次佛陀传授的心经。于是阿修罗军被杀得节节败退，只好变身缩小，退入莲藕里面躲藏。之后第四天又领兵乘胜追击如猴阿修罗王，所到之地只见满地刀枪弓箭，但却不见阿修罗王的一兵一卒。于是第四天主率兵直入阿修罗王城，只见城中有数千万阿修罗女和眷属，却不见阿修罗王。就在第四天掳走了全部的阿修罗女后，如猴阿修罗王派出一位使者前往谈判，并指出第四天身为佛弟子，不应该犯戒偷盗。而第四天听过阿修罗王的一番话后，心中不乐，有所思量，我宁可把阿修罗王的眷属归还，也绝不能违反佛法戒律。双方几经谈判，最后达成数项协定。第四天承认犯下了偷盗戒，愿归还阿修罗女，并赠送天上甘露。阿修罗王则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第四天，并自愿受持三皈五戒，成为佛弟子。此战终得圆满落幕。再说一个阿修罗的小趣事，据说阿修罗不喝酒，由于他们住在海里，本来用海水酿酒，但因为海水苦咸，酒味不佳，阿修罗嫉妒天人天神有美酒佳肴，
一怒之下便发誓不再饮酒，因为所酿的酒也是咸的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内容。最后再请大家动动手，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！